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我是方伟我们的语坛嘉宾来，我们介绍一下。好大家好，石山，很高兴跟大家。大家好，我是钱鹏。一直有观众朋友问说高捷去什么地方了？很多人很喜欢高捷嘛，对，显然就不喜欢我们吗？你知道最近不是说那个海南要封关嘛？有很多这个东北的人呢。你知道三亚有一个称号叫做黑龙江省三亚市啊？为什么？因为很多黑龙江的人去那儿买这个，因为很多东北人呢，就包括我们讲山东的或者很多地方的话，他说大批的这个东北人，这个去三亚基本上也是东北人偏多。对，所以现在不是大家开玩笑，因为这个高捷是黑龙江人，对我们说他去海南岛买房子去了，三亚买房子去了。好嘛，听说据说是下个周回来，所以呢，这个观众们不要着急，下周高捷会再跟大家去聊天对，不过真的是非常抱歉因为也没个交代为什么呢？没交代呢？因为高捷买房子去了嘛，没有了。高捷就是出差一个星期他其实不出差，他在这个地方才叫出差，他其实是回家。那么回家一个星期又转身就回来，我们就想说，就一个星期就不说了呗，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观众的感受嘛，对不对？那想说这3个人4个人也好这高捷最受欢迎的没了，你们这可以称王称霸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对我们表示意见，我们这里诚恳接受高捷星期一就回来我们这个我跟石山就可以少说些话了好，那就这样这个高捷不会离开，所以 don't worry about it。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是应该就是我觉得都是很有料的这个嘉宾呢，我们才一起来谈这个话题这样子，我们今天再来凑一下话题是什么？其实前天我们想讲这个川普的关税，因为星期二摆平了3个国家嘛，对，一直往前看，加拿大也好，这个欧盟也好，还有就是中国也好，都是很大的 deal， 对不对？所以到什么情况呢？我们今天再补一下，我觉得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就是说我看这是没来由，我是看不太懂我知道你们俩已经研究了不少，这个泰国跟柬埔寨突然打起来了，对，这是干什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有没有一个深层的原因，以及它的历史的这个渊源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把它搞明白，对我们了解这个东南亚的局势是有帮助的。石山，你觉得应该讲什么？还应该讲什么？对，我今天当然我们要关心台湾的问题。今天这是大概27号吧，台湾是这个大罢选的投票日。大罢选是很重要现在因为很简单，这个大罢选的结果决定了谁控制立法院。这个立法院控制了呢，当然就是整个台湾的政局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要谈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了，这个来龙去脉。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罢选，以及这个中间立法院出了什么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共在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下。我插一句我们的小编有跟我说这个插图不要用大罢选，因为这个大罢免大罢选大罢免，就是说很多的观众这个中国背景的这个观众，美国华人未必那么感兴趣。我在这做个民调好不好？大家对这个问题感不感兴趣？对，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事情。只是方伟我就一直没有谈，我其实一直想谈，一直没有谈。那今天就是再不谈那就不像话了对，作为新闻人，因为明天就马上发生了。对，我今天早晨在那儿看了好长时间，有1-2个小时，就是在台湾的双访。都是在播出他们的这个在就是台北那边的话举行那种他要集气大会，对吧？每一波都有这个上10万的人参加，真的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口号我印象很深，叫做大罢免同意，反共更有利。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他是把它给上升成了一个两岸关系，上升成一个国际关系。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当然就应该关注一下，它不仅仅是台湾的问题。对，这样吧，我们的这个survey已经打出来了我们小编已经打出来了，请大家来投票，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感不感兴趣因为今天这其实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对，其实去年年初我有去跟海外的叫做什么网红团去到台湾这样做参访，真的很开眼
了，那一轮也是掀起很大的一个波澜。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又一个大选一样，对吧？没错，他其实就是重新来选过一遍嘛，那么涉及30多个这个叫做立法委员嘛，所以真的是动摇台湾整个政坛的一个大地震式的一个叫做这个罢选，所以呢，大家感不感兴趣呢？特别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哈，可以留个言，看你感不感兴趣哈，我们也了解一下您的看法。秦萌，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再讲什么？对中国大陆的话，有一个这个网红叫做护城风。护城风，你要说一下，护是叫门户的户，早晨的晨，风景的风早晨的风景啊，对啊，我也经常看他的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我发现你们都看，就我一个人不看，我显得非常的孤陋寡闻啊。为什么要讲他？这个人的话，突然间又被封掉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在问说，被中共封杀掉了，是吧？被中共封杀掉了啊。然后的话，因为有人问他说，这个关于一个独裁者的话题，这个虽然他及时处置了，但是还是被封掉。也就是说，他这个事情有意思在什么呢？并不是他讲的话题，而是有人提出来，他一再跟大家讲，你们不要讲敏感话题，不要讲敏感话题，你们讲敏感话题，我就把你这个掐线，就给你挂掉。结果有一个人讲了这个话题，他马上给人掐掉了，但是他还是被封掉了。对我这样的，因为详细情况还没有说嘛，因为我早上听到了哈，我来总结一下，就是你在中国啥也不用做，啥也不要做，你也可以成为反动派，对不对？没错，成为党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党的这个党眼里的这个反动派哈，所以很好玩。中国大陆是很多很奇葩，但这个奇葩背后都是有的一些比较深层的道理，对吧？对，而且我发现它其实还有很多更多的奇葩。你说你护城风这条路的话走不通，对吧？假如说走不通，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路，司马南路线，这个什么东庆后路线，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这个路线，你发现李佳琦路线，对吧？你发现它这个东西很多也走不通，都走。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的在这个地方。好，那这样呢，我们转回头来哈，我们来说一下，首先说一下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美国的，我把它叫做万国关税啊，那媒体一般叫做对等关税。我觉得这个对等关税真的说不太清楚啥意思所以我就是听我的，就是万国关税好了。川普对万国制定关税，那么星期二呢，他是达成了日本对吧？菲律宾跟这个叫印度尼西亚的关税，那完了之后，我想这个欧盟肯定很紧张啊。加拿大好像我都没有太去跟哈，欧盟现在谈得很紧密。昨天是叫做什么中欧峰会在北京，那这个欧洲领袖就在北京说，跟美国的谈判顺利，但是没有突破，就这么个情况。那当然了，美国现在是叫做什么来着？寄出30%的关税，8月1号开始。欧盟呢一边谈，一边自己准备个大棒啊，960亿欧元是吧？大概1000多亿美元。所以你到时候砸过来，我也马上砸回去，就这么个东西。大家都看着这个叫美欧会不会干起来这个情况哈。关于这个，虽然过去3天，但是这件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天天都在酝酿，对不对？这个关税两位怎么看？有什么看点？我觉得这个欧洲跟美国的这个关税啊，我是有点希望它打起来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喜欢天下不乱，唯恐天下不乱吗？对，有点唯恐天下不乱，其实也不是。就我觉得欧洲人躺在这个太平盛世上，有点太舒服了，太舒服了，真的太舒服了。对，欧洲其实有很多问题，确实要自己要认真反思这个里面。但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考验欧盟这个组织啊，到底能不能够后面能够有多大的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觉得都不一定能存在下去？没错，真的吗？其实欧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欧盟啊是有一批欧洲的精英，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啊，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梦想啊，一直想这个第3神圣罗马帝国啊重新来一次，当然以另外的方式来，所以基本上就是法国人、德国人。基本上就是法国和德国2个国家想来统一这个欧洲，但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不是说他统一对还是错，关键是你是采取什么方法啊？我希望这种方法呢，中国人也可以借鉴一下。中国人可以不是我们不反对统一啊，不反对统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不反对分裂。就是这个各自为政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各自为政啊，你自己设立国家，这个都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统一、来分裂，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欧盟啊，这个它一直是采用的一个民主的方式，一个协商的方式，一个自愿自觉的方式来达成这个统一的这个模式啊，但是它里面确实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这个经济发展完全是不同步，这个南欧和西欧啊，这个北欧和东欧这个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个里面你要设一个欧洲中央银行，你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你这个货币政策你怎么弄呢？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啊，还有它的一票否决制，还有等等等等，它会导致这样一个统一体在某一些问题上是寸步难行的，其实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一次。我为什么想看？我特别想看清楚欧盟啊，这一次在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夺其心是吧？对他们能够怎么运作他们这个机制这个我不是说希望他们不好啊，我是希望能够看到，或许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而它能创造出一些更有效而更好的一些模式出来啊，一个地方与地方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能有一个更好的模式出来。其实他们现在面临的一文一武两个挑战，对不对？美国就是跟他做贸易的挑战，对不对？其实他更大的挑战在另外一边。在俄罗斯那边，对吧？所以现在这个怎么应付这两边的挑战，怎么应付，应该怎么做？他还有一大挑战呢，中共这边，因为俄罗斯背后的话是中共在去支持俄罗斯在打仗，对另外呢，从贸易角度来讲，我们说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冲突，其实某种意义上的话还是可以打。最后你打来打去，大家打的是这个相同的价值观，或者呢市场的大小，或者它的这个。产品上还是有很多差异化的，它是相互之间是能够融通的。你和中共这边的话，这个产品很多东西是很难弄的，因为欧洲这几年，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它整个不同步，不同步之后的话，其实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实际上，欧盟在有几次是接近于这个我们说，你不能说它破产，它就是有点崩溃那个状态。对，希腊的事情，对吧？还有就是说，它实际上因为这个不同步。因为你要强硬的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它又各自又不一样，差别太大。对，所以其实它就很难再转下去。但另一方面来讲，其实欧洲这么多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创新。你和这个20多年前的时候倒退回，我们说和美国，它其实差别是不是特别很大的？20年后的今天的话，你和美国之间，比如讲到了这个 AI。讲到了互联网，讲到了很多这个欧洲创新在什么地方哈？欧洲创新没了，就是你发现这完全是一个这种失去了的欧洲。很多人都在讲说失去了的日本，日本在很多方面没失去，它只是把这个市场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比如到美国，对吧？对。可是欧洲是真正的失去了。你在高端来讲的话，它是在落后，甚至没有在那儿停滞不前。然后呢，在相对这个传统的一些制造业。被中共这边的话噼里啪啦给赶上了，所以你说欧洲的今天的优势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欧洲其实，我有一点非常同意，欧洲今天其实它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个世界啊，对吧？我们都是说，就不是说醒的，都是痛醒的。对吧？这是欧洲人如果不痛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重新振奋，不会醒过来的。他们现在呢，基本上安全问题还不是那么大。对，但是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人的这种落后，基本上就是家破人亡的落后，就是完全崩溃。这个整个文明啊，这个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个摇篮，基本上就彻底没有了。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与其未来那种痛，不如现在痛。我觉得啊，我都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欧洲衰败那么厉害哈。我有时候从法国来的朋友、德国来的朋友跟我讲，我才觉得啊，有那么严重吗？就是它的滑落的幅度超过我对欧洲的想象，因为我对欧洲的印象是多少？20年前的印象，没错，因为那时候才去嘛，我再也没去了。对，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哇，你觉得会这样吗？对，这个情况啊，我觉得那个杜拉克以前在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世界未来啊，当时杜拉克啊，2009年就法国总统，你说不是杜拉克是那个美国的一个经管大师，对，彼得杜拉克，对，他在谈。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在看这个未来经济的走向啊。他说，他2000几年他去世之前，他认为这个世界发展啊，已经非常非常明确未来的方向是怎么走了。他说，未来的经济模式基本上就是叫做创新创业模式啊，创新创业模式，走过去你就走在前面，走不过去你就在后头。然后他说，当时世界上只有1个半国家进入了这个新模式。那一个就是美国，半个就是日本，是吗？对，其实我可以在后面好多年呢，其实可以再加半个，就是中国。对，再加半个就是中国。欧洲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要给杜拉克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哈，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超创新、超创业的模式，抄作业啊，中共把就是说欧洲的技术全部抄完了，这个然后再杀回去，对，搞到欧洲现在简直目瞪口呆，完全是出一个一败涂地的感觉。没错，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欧洲衰落的一大原因。而且呢，现在有一个笑话，什么呢？美国创新。欧洲管制，对吧？欧洲监管，就是美国，你看在这个 AI，在互联网各方面的话，它其实是走得很厉害的。可是呢，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欧洲，你在这些方面有什么东西？没有。你开办一个企业，你可能有这种数不清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对吧？所以又加上那个税收非常重，没错。所以很多企业呢跑了，不堪重负。比如跑到美国，你说按理说是各方面的成本不低，对吧？但是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鼓励创新啊，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非常优秀的一些人才，有一个环境，所以呢，很多人就宁愿跑到这个美国来。所以你看川普的这个金卡，为什么他这个东西一定会有希望？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的一些精英，而且他这个创新里边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绿卡呀或者其他这些东西都是要做全球纳税的，金卡是不需要全球纳税，你只需要这个在美国比如投资，你或者美国的生活，你这部分钱纳税。其他地方不纳税，那这个其实一定会把欧洲的话，其实是大批的人和资本会拉过来的。对，可是你欧洲今天又有什么呢？它又怎么醒了吗？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现在这个非常危险。这欧洲它的那个体制里面，为什么说它的体制是一个非创新创业的体制啊？它特别强调中央计划，特别强调精英治国。就是说，我们有一批精英，我们太聪明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制定一个未来的方向，我们给大家一个框架，你们所有人呢按照这个框架去走，你就可以走向未来啊。这个呢跟中共的这个想法基本上一致的。我给你搞一个顶层设计嘛，这一点是法国人特别的这个典型。法国在早期啊，电脑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精英说，哎，这个未来啊，就是这个资讯时代要来了。这个精英，这个电脑啊，还有这个互联互通啊，非常重要。法国人，你知道美国人怎么做的？方伟应该很清楚啊。这个硅谷啊怎么做？法国人怎么做呢？法国人全国的成立一个精英的委员会。他们认定呢，这个里面咨询了大量的这个专家，包括美国的专家。美国专家说，电脑不用太大，很小啊就够了，是吧？我记得最早期的就是说什么144K 已经足够了。这个很早期的时候啊，说这个足够了。你其他因为你没到那个时候，你根本想象不出来后面的应用场景，你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出来。所以法国人就觉得这个足够了，所以他们用国家的资金在巴黎做了一个试验，非常成功啊。他在所有的机场、什么这个火车站搞了一个2-3千台电脑联网的。然后可以买车票，可以查这个东西，这个很先进的，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会去跟他竞争，对不对？你不可能竞争的，所以他很成功。但你想想，那个东西在现在看来是不是个笑话？后来就当然很快就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了，你这东西有什么用呢？但是他把有私人企业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就全部给摁住了，你根本就做不了。
所以这个是欧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官僚体系和它的这个精英是完全是一体化的。我在10几年前哈，我跟一些美国人讨论的时候，特别是比较崇尚社会主义的这些美国人，他们讲哈，就是社会主义，我说社会主义全是失败的。你知道他跟我说不同的，他就说欧洲。言比称欧洲，欧洲比我们好，北欧比我们好。对对对。所以1993年这个叫做欧盟成立的时候啊，欧洲的经济体是大过美国10%几的，现在已经落后美国20%了，而且这个过程中还增加了10几个国家。对啊，当初20个国家嘛，现在30多个国家了。所以呢，我觉得美国跟欧洲就是2个长跑，跑，就跑出这个原型来了。谁能跑，谁不能跑，对不对？我到美国的机场上。就说我原来在欧洲嘛，在英国啊，我在飞美国，就准备过来工作了，在机场买了一本书，叫做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就是说他的那本书基本上就是一个核心，就是说未来欧洲的天下。你们说什么中国世纪，什么美国世纪过了就是中国世纪，胡扯。欧洲天下，欧洲的时代，为什么他把人口算了，把这个 GDP 算一算，经济体量，受教育的人口算一算，什么这个劳动力算一算，你肯定我们最厉害嘛。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它是一种体制，一种思维模式。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这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的方向。这个就有点像我今天在看到一个卡通，那个上面有2个画，一个画一个那个卡通呢，就有一个人拼命的投篮，投篮呢永远投不进，但是他就在调整，拼命使，然后那个旁边的一行字叫做 "This is not failure"。这个不是失败，然后有一个人就拿个球在那想算，就永远不投。另外一个卡通，他说 "This is failure"，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对吧？马斯克实际上就是你在过去，比如说中国那个模式下。你要发射一颗导弹，或者出现这样一些这个实验失败了，那他就认为这个失败了，甚至的话，这个相关这些官员要免职的，对吧？马斯克不是试验一回，他发现，这个地方失败是有原因的，或者哪个地方改进了一下，再来，下回再来，然后再炸一次，然后那个导弹发射上去再炸一次，对吧？最后呢，成功了，对，这就是他的模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应该把中国算半个的原因，因为半个呢是来自邓小平那儿，他提出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摸错了不算你的错嘛，对不对？我管你白猫黑猫，抓老鼠就好猫，反正你们大家都去抓，抓到个花猫来如何的，我不管那么多，所以他就是鼓励大家去失败，鼓励大家去尝试，这个就是进入了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未来，现在完了。现在是定于一尊，要搞顶层设计，要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就是把那半个身子又撤回去了，仅有的活力没有了哈。这样我觉得回到我来了关税，我做一点简单的总结哈。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在日本、这个菲律宾跟印尼3个国家的关税，对不对？我做了一些怎么讲，看得比较细一点啊。我做一点我的总结，就是说对美国面对外面哈，你看他现在其实有2招，一招你给我钱。一个是你给我关税，给我钱，就我一直把美国的关税、对外的关税当做一个摆摊费，我后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东西进来就可以卖掉，你进来你要交摆摊费，以前我不交哈，现在你要交摆摊费，摆摊费可以一次性交，你先给我5500个亿啊，然后平时呢你这个惯常的摆摊费就钱低一点，要么呢你就是月都那么高，就是2种不同的模式哈。那么这个5500亿就是开头要这么多钱，那一个当然是对方的意愿哈，第二呢就是说对方欠了美国多少钱，如果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特别大的话，川普就会说你要赔还给我，你一把赔还给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是日本赔了这个5500亿，真的是日本政府拿钱出来哦。对。当然也是贷款，不是赠款哈，就是投资在美国。对，真的日本政府拿钱，而且美国政府真的可以动得到这5500亿。那么原因就是年年赔。那么现在到了韩国现在很焦躁，对不对？它25%，日本15%。那韩国怎么跟日本争啊？这全是一样的，什么都一样的啊。没错，高科技也一样，这个汽车也一样，电脑也一样。那么韩国现在说，我投1000亿好不好？
美国说4000亿，韩国摸摸口袋，哇塞，4000亿到哪去找啊？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一样的，差不多都是将近700个亿。那么呢，另外就是说，你看印尼就很典型啊，印尼差不多是180个亿的逆差。川普说好，我给你20谈到19，对吧？你一年给我买够180亿啊！就印尼现在一把连飞机什么波音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这个石油、天然气一把就买够那么多，这就是你贸易逆差你赔还给我，然后你再交关税，就有点那个味道。像菲律宾呢，它就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顺差没那么大嘛，对不对？何况美国又是叫做什么亚洲的唯一的盟友，第一盟友。而且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因为菲律宾是当年的美国殖民地，对，以前跟那个夏威夷是同样地位，只不过后来投票呢，夏威夷决定加入美国，菲律宾决定独立嘛，这个是走了2条不同的路，但是这个咱们以前曾经是一家人呢。对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哈，就是往下呢，你看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是非常高，高过日本，高过这个韩国，对，所以他到时候怎么去交代这个事情哈？那欧洲更高，2300亿，那中共就不用说了，2900亿嘛，而且还是第三国转运还不算的。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形呢，美国从今年1月份，它的平均关税率是2.5%，到上个月已经到16%了，上个月扒进来2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收入，6月份因为交税也交的比较多嘛哈，就6月份美国财政居然盈余盈余270亿，就是来自于这个关税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川普走到今天，那真的是黄金滚滚往里进啊，今年可能一年可以拿到3300个亿，对，所以就是最早的时候，川普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我们拿了一手好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所有人都不相信了，说你什么好牌啊？你有什么好牌啊？美国你看要产业没产业，都是工厂制造业不行，什么都没有，哪有好牌啊？结果川普出来打，他真给他打了一手好牌，真给他打了很多钱回来，你想想。反正对他这个道理上来讲，就是叫做买方市场，就是他的这个购买力是他的，对吧？你每年呢，就是有3万亿美元的、几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钱要花出去，所以你到不到这儿来卖东西，这实际上是美国一个最大的一个这种bargaining power，是，对吧？所以这其实是原来的这些总统们是看不见的东西。那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关于这一次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日本啊，这个弄了个卖国协议，对吧？这个是个给美国下跪了。但是呢，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日本的国内不这么看，日本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个股市各方面高涨啊，高涨，对吧？丰田呐、本田呐，对，股市高涨。所以它这个协议你要真正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个双赢的协议。为什么呢？你看日本的这个对美国的出口是2024年2279亿美元，对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日本对美国的顺差大概是700多亿美元，687还是多少的，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现在的通过呢，说给个美国投5500亿的这个钱，然后呢，我把这个关税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你跟谁比呢？你不能跟以前比，跟谁比呢？跟美国的这些的汽车制造商比，因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美国的就是这个汽车，对，没错，130万辆，对吧？对，占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份额是8%的份额。那么美国的这个制造商其实现在也需要面临的关税问题，它可不仅仅是说只有日本的面临关税，对吧？你要从比如说加拿大这个地方，它在外国生产的弄到外国去，产品或者备件或者其他等等东西，你也得交税。那个钢铁呢，你也得交税。所以的话呢，日本其实算过账的，就他发现，这个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啪，把这个原来25%的这样的一个25%变成15%关税，对吧？变成15%。我赚了，它的这个差异上来讲的话，是比这个美国3大制造商还要优惠很多地方。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抗议的是谁吗？是美国的3大制造商，说这个川普你这个协议谈的有点问题啊。但你要问我的话，川普绝对不鸟他们。川普说：“你厂子搬回来就好了。”对啊，对不对？没错。你的钢铁在美国弄就好了，对啊，什么铝啊、钢啊这些东西，它的目的就是逼这些厂商往回搬嘛。我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50%的钢铝关税哈，这个川普真的很硬啊。欧洲我也不让，日本也不让，就是50%。原因就是
川普一定要恢复美国的军工企业，美国的这个国防的这个需要的这些材料，钢铁跟铝，美国一定要自己造，不然以后打起仗来怎么办？啊，就废了。对啊，你看美国二战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同时支撑两线作战，对吧？太平洋战争和这个日本，然后呢那边这个欧洲战争，对吧？非常重要大的原因的话，就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制造能力。可是你今天的话，说实话，这个美国是空心了。对吧？如果没有钢铁，没有铝，没有这个就是汽车把它给搬回来的目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将来有制造能力。是啊，你否则的话，这个将来造个船、造个枪炮，这些没人帮他。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招也是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所以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中共这边还在讲说这个日本对吧？签了一个比广场协议还糟糕的一个协议。中共这么说是吧？啊，对，给他越生气，这个协议对日本就越好。你继续说。没错。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这反映了中共这边的一个焦虑，因为对美国、对日本来讲，其实如果说5500亿，对吧？他看到川普的说法，只能拿到10%，日本只能拿到收益的10%，是，对吧？可是呢，很多人忘了另一点。日本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呢？多少？0啊！没利率，没利率啊！那怎么样呢？那怎么样？所以他只要他投资出来能赚钱，就是挣了。比起码他赚了呀，起码比趴在银行好，趴在日本的银行好。对呀，而且你因此买了一个盟友。而且你投的是什么行业呢？全部是一些这种高端战略行业、国防行业。那投了这些行业之后的话，日本说我要点技术，我要点市场，我要点产品。美国说我不给你，因为你投了，我不能给你。对，可能吗？不可能吧？是，对吧？所以相当于他通过这种零利率的这样的一大笔钱，锁定了很多高端行业的在日本在其中的位置。所以这其实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你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觉得他吃亏了，但实际上你要去细算一看，日本的话其实这挺聪明的这些人。对，其实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美国也是很有利哈。所以我是觉得好的 deal maker 哈，他真的能够做出叫做 win 加个 win， 对不对？就是双赢的，甚至3赢。对，就是对。就是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但是你得懂行，你会谈判，对，你后面还要有 power，你真的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意愿，就是说和这个强烈的，因为你一定受到压力，如果很多方面给你压力，你说那算了，那你就完蛋了。对，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坚持过去，就两个经济体加在一起哈，弄出1+1大于2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不对？这就是谈判的本质嘛。我用这个来做 win-win，双方都赢。对，日本他这一次还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你看哈。日本呢给美国开放了汽车市场，开放了农产品市场，但是这里边藏了一点东西。美国车在日本是卖不出去的。它不是说你这个开不开放的问题，是大家觉得你美国车不适合我日本。我们给点数字，美国车去年卖了16000辆，日本卖给美国卖了130万辆。对。我觉得如果哪个朋友那个聪明的话，现在应该在东京成立专门的一家店卖美国米饭。用美国米来做生意这个就是你看怎么做。其实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有市场，因为便宜太多了，也便宜太多了，便宜好几倍了。行，反正川普这个算盘打得好哈，就是美国的产品到底竞争力有多强哈，能不能杀进日本？那我们就看吧，看1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议。对，这个呢，某种意义上的话，因为中共这边是被赶到外边了，所以他才这么不高兴。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这个本质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共蛮郁闷的，对。要我要讲我为什么对不起，我得补充一个为什么说去日本卖美国米你知道以前美国人是不吃豆腐的，不吃豆腐。有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比中国人厉害，中国人吃豆腐但中国人从来没有率先打开美国的豆腐市场，打开的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他有一个包装，原来是装牛奶的，后来呢就发现装豆腐也可以，就是那种纸盒包装装豆腐。结果那个企业呢就派了一个人到美国来说，你去试试在美国推这个豆腐，看能不能推。他整整9年是在美国是亏本的，但是这个哥们呢，就是一个超市一个超市，他亲自他是在美国的这个分公司的总裁，请的人带着所有人在外面一个超市一个超市的做豆腐给大家吃。
推了9年，最后推盈利了。你看到后面，你就发现美国人吃这个豆腐的产品啊，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在美国的超市里没有豆腐卖了。现在以前哪有啊？以前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你是说日本人现在不吃美国的米，或者不买美国的汽车，这个东西啊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是你怎么做，怎么做你的 marketing 啊？米这一次的话，协议里边其实把米给外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日本的话，它要保本国的就业和本国的一些这叫做基础的这种群体，包括农民，是包括这个丰田的，比如说那个就是整个日本的劳动力里边的话，其中就是有1/10是在这个汽车行业。对，所以它其实通过这个方式的话，保了整个日本的这个一些关键的行业和就业的问题。呀，好吧，那现在咱们这样，咱们来讲讲那个这个叫做泰国跟柬埔寨的一个这个战事问题哈。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情况啊？这莫名其妙打起来，我觉得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哈？这一点对吧？现在已经打了第几天？第3天了还是第2天了哈？总而言之，莫名其妙突然打起来，但是我看了一下，泰国的叫做它的国力。它的军事力量，它的方方面面外汇储备，什么东西都比柬埔寨强。柬埔寨只多一个东西，好像它的什么火箭弹比较多哈。除此之外，什么都是人家1/10或者1/8。所以柬埔寨怎么敢跟泰国干？这到底背后怎么回事？施珊，你说说看。现在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为了争这个叫什么庙周围的这个一个古庙周围的这些土地。对，这个地，那个庙有什么特别？对。这是一个很历史遗迹的，或者就是我们说是个很传统的那样的一个庙了。这个叫佛教的庙是吧？佛教的庙。OK， 所以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有很多年的，就一直是有争议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在1903年那个时候的话，那个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对吧？他们本身就一直是属于这种有纠纷。到了1962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给他划分了，把这个庙呢给了柬埔寨，对吧？但是呢，它旁边那些土地可能还有涉及到，比如是说是有8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长度的边境的，很多地方这还是划不清，所以它其实是有这种历史恩怨的在里头。土地是这个庙周围的地是泰国的，但是庙是柬埔寨的这个所以所以泰国人去那个庙变成了去柬埔寨，那柬埔寨人要去这个庙要经过泰国，然后才能进到自己的那个庙，所以这个里面就搞得很奇怪，可能当时。这个你知道，这个殖民地的这批官员，就法国人嘛，比较粗放啊，比较这个画地图也画不清楚啊，对，这拿那个铅笔一画，可能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对吧？就跟麦克马洪线一样，这个拿那个笔一量，搞定了。他说就是顺着山迹嘛，或者顺着河啊，或者拿个尺子，咵哧一弄，结果就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这个问题一直在争，如果两国关系好。那这个就还好这个还好，就以前也会争，但是现在据说是两国出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两国领导人。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件真正的背后的话最有意思的地方。他的两个领导人呢，其实都是两个老头儿，对，真实的掌权的都是老头儿。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个他信对吧？现在他信和洪森这两个是真正的掌权者，没错。然后呢，说是这个洪森为了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嘛，也就是相当于是老爹，然后呢，最后给他封了官，然后对啪，然后想让他接班了，对吧？可是你没什么政绩，你将来怎么老头假如走了之后的话，你这个事情怎么压不住啊？压不住，对吧？所以呢，他相当于是要去给他一些这个政绩，给他一些这种权力的一个集中的一些机会。那么什么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当然是打仗。制造一个外部敌人真的这么来的就这么来的。OK， 对，所以呢，在这个事儿的话，它就相当于是因为现在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柬埔寨想挑衅的。对，那边埋了个地雷，然后埋什么东西，那边的话开始打他，然后就最后就这么弄，对吧？而且呢，这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这个
他信他现在也是通过他的这个女儿再去掌权。对，现在泰国总理是他信吗？他现在女儿，他信的女儿，但是呢，在6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叫佩坦通，对吧？当时的话呢，就求这个洪森，这个叔叔，这对，因为个关系太好了。对，因为他们这是30年的这个老交情。对，还世交是吧？世交。结果的话呢，就是打电话给叔叔，对吧？然后呢说，你这个他叔叔。他叔叔，洪叔叔，洪森嘛，对，好，洪森。结果的话呢，就是求他，然后说，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也给你帮忙。结果的话，洪森不记得。洪森的话，你按理说这是一个私下谈话啊，然后呢，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这个叫做达成一个国家的利益，然后只是以这种方式大家去看起来软化嘛，对吧？结果呢，这个洪森就说，你们要这个，他就以说，你们其他的人不要再去争吵，对吧？我现在要把这个信息放出来，让你们看看的话，这个某个人怎么说的。他以这个方式把就是当时这个录音把这个美女这个年轻的女总理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就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的话，在泰国就引起了个地震。就你卖国嘛，说他卖国嘛，然后呢那个对不起，他这个女总理去找洪森要什么东西？求他不要去把这个纠纷的话，大家就叫做化干戈为玉帛嘛。大家这个事儿这么老交情，他不要找这个事情。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有问题以后，那个柬埔寨的军方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附近埋了地雷，结果还把泰国的一个士兵巡逻士兵给炸伤了。结果当然这个事就很大，因为这个首先地雷是已经，你看全世界花了多少钱在柬埔寨清地雷啊，你现在又开始埋地雷，你说这个是有很大问题的。而且这个洪家就是洪森家和他信他们家两边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降温，然后我们来妥协，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结果他把这个电话录音给公布了，这个他信他女儿就下不了台了你没法下台了，你现在必须干了。结果泰国的宪法法院就把这个他信的女儿的这个总理职务给停了，后来就找了一个代理总理，但现在呢又找了另一个这个原来的这个副总理或者什么的人的话担任这种执行总理，所以这相当于整个把脸撕破掉了。对那撕破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为了将来这个洪森的儿子能有一个理由打仗，对吧？那么作为他信这边的话呢，当然他也因此更也下不台了。所以这2天我们就看到呢，那个相当于这一次的挑衅之后，7月24号，这是相当于泰国先又动手了。对，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么作为泰国也只能更加强硬。他也没办法下台了。对，哇哦，就两个国家的这2个老头就裂开了，是吧？裂开了。他是他信的，他信是有华人血统的，他是第2代。他的上一代就是从潮州移民过去的所以他其实很近的。我们潮州人，对，你们潮州人，你说潮州人在东南亚这势力庞大，非常庞大势力，说，所以他还回去这个，结果他跟中国关系很密切做了一些事情，结果被军方一政变呢，把他赶走了，赶走了，他就跑哪儿呢？他就跑中国呢，就落实了他这个问题了，跟中方的这个贪污腐败搅在一起，所以他就是很长时间就躲在柬埔寨。柬埔寨就是洪森就把他收留过去，就柬埔寨也是中共的怎么讲，这个小弟弟对吧？对，就是代理人嘛，就把他收留在那边。那泰国的政治很有意思了，对。然后接着政治，泰国政治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现在弟弟叫英拉是吧？对，叫他妹妹又选上去了，结果呢就选的这个又开始做这个生意做得很好结果军方又一政变呢，英拉也跑了，也跑到柬埔寨去了，就2个人跑到柬埔寨就有意思。所以最后这个当然这个到了后面就是这个他信的女儿再来一次，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你想每次下台再选上，下台再选上，都是这个洪森这边在帮忙两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非常非常密切。到了一个，所以为什么说他打电话是管的叫这个叔叔，说咱们怎么样他姿态非常低，怎么能够
如何的，所以这个关系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里面的。但是泰国这个国家，它基本上就是它的政权是一个三足鼎立的一个东西，它有文人政府是选出来的，军方你谁也干预不了，你根本动不了，自成系统，但是军方支撑的就是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势力非常大，他可以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君主立宪制，不是欧洲那种模式，他是可以下令这个总理辞职走人的，他可以任命一个总理的，所以呢，军方的任何行动是有他的这个国家体制在后面支撑的，不是我们想到的一般的军事政变把一个民选总理给赶走了，他不是，他是那个泰国国王是完全可以就一道命令是可以合法可以做的，这是几乎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一个现象。没错，就说你的其他国家这个军政府的话，他可能搞成一个虚伪独裁的一个军政府，对，其他的全部得听他的。泰国不是，泰国这个军方他无论他对谁不满，他对国王好像特别忠诚，没错，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对，他他这个政权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构，所以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2战之前，这个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没有彻底被欧洲列强殖民，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日本，第3个就是泰国。真的啊？泰国和日本连租界都没有，所以泰国算是一个在亚洲啊，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它并不是因为它很强或者它很厉害，而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人的妥协。因为英国人在印度、在缅甸，法国人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所以中间需要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叫泰国，所以这个就把它设立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泰国跟日本关系特别好。但是日本人就是每次就找到中国人说，我们要一起恢复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不理他，什么大东亚，别跟我来这套是吧？但是他跟泰国讲，泰国很高兴，泰国说没错。咱们一起恢复这个亚洲的荣光大东亚共荣圈，我们这个又重新崛起。所以泰国这个国家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早期是日本的盟友，军事盟友。这样子啊？对，一直打到发现不对头了。泰国说日本打不赢了，我退出，我不干了，我退出了。当然，泰国的军队呢只参加了很少的战斗，就是在缅甸呢，在东南亚参加了很少战斗，但他们战斗力实在是太差，所以这个不行是吧？对，日军他们连缅甸的民兵都打不过，跟这个中国的远东军稍微接触一下就完全崩溃，所以这个日本人就使不上他。对，但是呢。泰国这个国家虽然退出来了，说我现在是中立国了，我谁也不支持了，但是呢，你们任何国家军队在我们国家打仗呢，我们都不管，所以这个泰国真的还是可以继续打的，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泰国这个国家，但是他2战以后，他的军方包括泰王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所以这个背后你永远不知道他这个背后有什么地，因为泰国的军方的所有武器、所有的这个军事训练，到现在每年美军和泰国军方还有联合军事演习，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就是说他要去训练泰国军方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他的文职政府呢，又跟中国关系很密切，所以他就是用实际行动落实了东南亚和亚洲很多国家说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所以他靠得太近的时候，军方就出来搞政变了。所以有的人就说，那个在泰国快接马来西亚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窄的一条路桥，那个叫什么克拉克什么地方，就是有一个路桥。中国人一直想这几十公里咱们把它挖通了，就从南海就去印度洋了。我干嘛要走马六甲呢？那个地方美军有一个基地，航母待在那儿，我过不去我们从这儿就过去了。泰国也有人说这个很好，
每次据说泰国政府一口软，说咱们是不是挖一下呢，就政变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你搞不清楚啊，这个泰国军方它和美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相信这里面是有很多默契存在的，对，包括泰王在内，包括泰王的。而且这个事件背后啊，其实我们说可能还有这个中共的影子。今年5月份的时候的话呢，中共和这个柬埔寨有一次这个联合军演。中共这边的话呢，派了900个士兵，还有什么这个无人机、什么机器狗、战狗，对吧？等等东西都加入了。所以最近几年呢，这个中共这边投泰国的钱各方面也特别多，对吧？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这个说他要扶植一个这种家族企业、家族的这个政权，洪森，对吧？他恐怕是更多的是获得了这方面的支持的，因为洪森是柬埔寨的。不，洪森是柬埔寨的呀。对，他就是要在红色高棉的这个出身的嘛。你刚才说中共在扶持柬埔寨是吧？没错，对。所以呢，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这一次，我是认为整个从目前信息来看，中共是插手了的。那么据说当时这个7月24号打起来之后的话，当时不是往这个泰国那边的消息是说这个洪森对吧？那个飞机呢跑了。跑哪儿去了？跑中国去了。当然后来据说是落到了这个韩国，就是韩国那儿。干嘛？不管怎么着，反正应该那个当时是有跟中国这边是有些什么样来往的，网上都在传说他是到了中国。当然他后来辟谣说我不在中国，因为我在柬埔寨的话呢，指挥这个作战。对，他因为这个什么，这个柬埔寨他的那个所有的作战能力全是陆军。泰国是把他的 F-16拿出来，噼里啪啦炸了一顿。对于你知道这个国家就这么大，那个 F-16飞去飞回也就是10几20分钟，就是在你国家绕一圈，所以是很危险的。而且它都是那个泰国是有精准炸弹的，这美国人卖了他很多东西，所以他为什么要跑？他担心你来一个定点清除啊什么的，所以他是一定要躲起来。这就我就不懂了。你们说啊，如果洪森想让他的公子有个战功，他打泰国这么打得赢啊？那不差很远吗？人家大他10倍啊。有时候不需要打赢。你只要打就行了。对，打某种意义上比这个打赢还要重要。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领袖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就可以了呀，因为你这个领土本来就打了几十年了，对吧？上百年了还没有结果，所以不需要夺回来。只需要呢说这个表示一个强硬，然后的话呢，对军队对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能够掌握的更牢固一点，这个就更重要一点。只要有战争出来，对这个军权就会重新调整。你看那本书对吧？那叫《动物农庄》。他那个里边就在讲了说，这些猪们的话怎么能够维持他的这个农庄的这个统治呢？你得外部制造一个敌人。说这个人要打进来，还有一个叛徒叫 Snowball， 对，雪球，对雪球，对，所以呢，就是你要外部有个敌人，所以不断的要再去打高音喇叭喊着说外部敌人要来打我们啦，然后美帝国主义如何的。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洪森他们这个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就要通过这个方式说外边有个敌人，然后我们如何的话去强大的这个去把它给打破了，对吧？他知道这个事儿闹不大。因为美国也好，东协也好，还是说中共也好的话，其实这个事情一定会摁住，没人愿意他们打起来，是吧？对。还有这个小冲突，还有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在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越南。越南是绝对不希望他们打起来。越南现在经济正那个突飞猛进的时候，你们打个仗，这算什么呀？他一定会给你摁住的。好，这样我们往下走哈。刚才给大家宣布一下，大家对台湾大罢免的新闻感兴趣吗？78%的朋友感兴趣。你看，所以还是蛮感兴趣的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问问这个石山呢，对这两个东西感不感兴趣？我上次给了你一瓶，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吃，很甜，口感很好，口感。因为上次节目我们问杨景端这个医生讲这个叫做衰老的问题嘛。你看石山问的问题那个认真呐。他简直说我才40岁，怎么现在看着像60岁啊？我就赶紧把这给他了，对不对？对。所以13吃下来感觉很可口，是吧？对，这个起码
我这才吃2天，你不能说我现在就有效果了，是吧？但起码呢，我觉得口感特别好。这个东西很奇怪，在我们这边，我现在卖的特别好，回购率非常高。这个东西是瓶装的哈。就这么挤开，然后一挤着13知道哈，我其实是在介绍给秦鹏。这1滴2滴，这么一滴，这每次要吃多少？就1滴就好了，就1滴。我每次1管全滴进去了。可以，1管可以啊，但你别1瓶啊。这个就很好玩了，这个东西呢叫做，这个就是这个内容哈，大家看看，它是一个膏状的，叫膏滋嘛，这是用中医的膏滋来弄的加拿大的西洋参，就这一个小勺哈，带一个小勺，就这么一勺。等于6颗西洋参的人参皂带的精华。哇哦！我刚才已经吃了一个，我再吃，待会儿我要是这个鼻孔出血的话，你们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其实不会，西洋参它不会鼻孔出血，它是温性的、良性的。是吗？对。它跟那个亚洲的参对，跟韩国参还不太一样。这个韩国参是火的嘛，这是良性的呀。所以呢，那这个黑膏滋呢，它当然了，它通过美国的 FDA 的这个认证，还有加拿大的 FDA 的认证。加拿大的 FDA 是玩真的，它是要看效果，它自叫查功能的，所以对降血糖啊、改善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绪焦躁都很有帮助。这边你们有没有要对号入座的哈？这每个号我都能对。对，总而言之就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它的人参皂带的含量非常高，吸收率达95%。所以你要坚持吃下去的话，有很多很好的效果。我们这有很多例证哈，我就不一个个念了。总而言之吧，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确实买的人很多，回购率也很多。回购率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效嘛，对不对？不然谁会回购？你说要吃多长时间，它就是能？你就吃上，有的就在吃上10几天就感觉就出来了。但当然也有人，这里有一个老人家嘛，他吃了也就吃了很短时间，大概吃了不到1个月吧。他血糖稳定，人也有精神，说话比较有力气。以前走路脚发软，现在也不软了所以呢就效果很好。总而言之吧，这就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您在这方面，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不少年纪比较大，所以呢这可以帮到您哈。这是叫 Genex。还有就是这个，如果是要给老人呢过生日啊，或者是圣诞节啊，或者重阳节马上要到了，这等等啊，8月15啊，送点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合适的呀，非常合适，又足够贵重，又有表现，又真有效果。所以它这个吸收啊，我觉得其实它这个方式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因为传统上那些人参对吧？你得像跟嚼萝卜似的，熬个鸡汤啊，或者蒸萝卜呀，或者去这个反正是去蒸一蒸啊什么，对吧？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它是叫做人参皂带，对吧？那个东西的话呢，怎么能够更好的被吸收？它是通过这种中医的它叫做膏滋，对吧？这种方式的话，相当于把这些精华的东西给它提出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它其实对人的来讲就非常容易吸收。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一大优点。好，行好，那我们下面有链接哈，大家可以去点，还有这个优惠码，然后可以享受85折优惠，如果打进一个叫做 FW 的话哈。另外呢行，那我们下面讲这个台湾的大罢免的事儿哈。反正大罢免的事儿，就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讲了嘛，确实很大的一件事情啊，几乎像半个选举，或者是像大半个选举。对。那整个的过程我看一下哈，这边他基本上这一次呢是从这个。到了现在哈，几个月下来的话就成型了啊。其实这个民间弄出来的，以前没弄过，对，也不知道这种事儿弄不弄得出来。截止到今天为止哈，是34个立法委员面临罢免，一个市长是这个新竹市长嘛，高虹安，34个呢都是蓝营的。我以为有一个绿营，31个好像全是蓝营的。蓝和蓝营的，对，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是独立的哈，就叫做非蓝的、青蓝的。那明天呢是24个人要面临这个罢免选举，加上这个新竹市长，然后8月23号另外12个人。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他的门槛并不高哦。他说2个门槛就可以罢免成功，一个是当然了同意罢免超过非同意的罢免的票，第二呢总共同意的数字呢要达到选区选民总数的1/4。25%。其实你要说门槛低，也不算特别低，也不低，因为它相当于是得整个选民数量的多少呢？40%到50%得出来投票，然后的话呢，才能够这个一方压倒另一方。
然后他又凑够这另一方的25%，所以这个其实你要说低也不算低。理论上你只要投够26%就行了，只要反对的人只有1%，你就到20%。理论如此，对，理论上是这样。对。然后呢，如果说罢免这个成功哈，如果有12席罢免掉的话，这12席因为在11月在补选嘛，他不是罢免了他，另外一个就自动进来，只是罢免他而已。没错。如果罢免到12席的话，到补选11月到这个之间，那民进党就自动是国会多数。他就翻转选不要12席，6席就够。不，6席是到了11月份补选结束，他再赢6席，民进党从51加6就是57，那就是国会多数。现在关键是你罢掉之后呢，他空位啊。你说在选举的时候，他的这个对最后能不能把这个再选上，对吧？对，就4个月之内，国会。民进党如果罢掉12席，这4个月民进党就可以往前推进他的议程了。对这件事情，当然了，我觉得在我们的观众中，我们观众蓝营绿营的观众都有哈，这个话题其实蛮敏感的，对不对？你说谁他都不高兴。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蓝绿之间没有立场，没错，我们并不站位。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浓笔重墨来谈一谈呢？我觉得这就是他这个背后的道理哈。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今天早晨我们在谈，今天下午我们在谈这个叫做这个选题会的时候，13就讲了一下哈。你觉得这件事情跟韩国的政坛都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你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这个罢免，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哈，没错，就是这个叫做朝小野大。那国民的蓝白阵营呢，利用他的多数，他认为他可以什么都可以通过，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做的粗糙一些，那么最后弄得老百姓不高兴了，那么起来说要把他们赶下去，赶下几十席，那么大家看到就是这些东西。对，我觉得你今天下午讲的呢，跟这不太一样，你说说看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首先你说这个为什么跟韩国有关系？对啊，因为韩国在尹锡悦总统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也就是朝小野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在这个国会里面啊，反对党全部加起来占多数，所以他就强硬的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修改这个修改那个的，搞了一大通。那第一件事就是对这个预算案把你这个全部删减到最后，包括什么总统的这个保安这个费用也给你删掉，军费也删掉了。跟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全部给你删掉。你说台湾还是在韩国？两边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对，我们首先想讲韩国啊。当然，这个韩国呢，这个就涉及到很多一些问题，比如尹锡悦觉得整个这个选举里面，因为他们刚选举里面有很多问题，有这个黑客的问题，有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里面的一些操作的一些问题，所以他采取的方法就是宣布戒严。说白了，他是来硬的，对不对？对，他来硬的。他宣布戒严，他自己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去选举委员会把这个证据给抢出来。但是这件事呢，就引起了韩国民众的很不满，就高度不满，因为韩国是从威权时代走过来的，是从戒严时代走过来的，就怕这个东西。你现在又来这么一套，这个当然这个里面就会出一些问题。当然后来在这个选举啊，在现在尹锡悦很多麻烦事，现在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类似的，也是这个叫财政预算，包括这个国防预算，包括国内的这个安全事务的一些拨款，包括总统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所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他对总统的对行政权力做了一大堆的这个限制。这个限制呢，甚至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宪法法院裁定你这个做法不合法、不合宪，因为你啊。你不能干预行政的这个权利啊，你这个立法权利不能干预行政权利。结果呢，他们再通过立法，把这个立法法院的这个东西，宪法法院这个宪法法院这个东西再给否决掉。就是说，你这个宪法法院必须要什么多少10个法官才行。现在台湾的这个宪法法院的法官不够，那赶快说，那我们增加这个宪法法院法官，你只要过来，他就给你否决掉，不让你上位，废掉你宪法法院，就永远这宪法法院的法官永远就不够。
啊，相当于就把宪法法院给废掉，等于是你把宪法法院给废掉。对，也就是说，立法院你既废掉了行政当局的权利，你也废掉了法院的这个权利。我插一句哈，因为在美国的这个立国的时候啊，他在设计国家体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这叫三权分立，对不对？但这里头的个概念，你把它整个三权分立的当时设计全部读完，它是三权要分立，避免一家独大，三权还要互相辅助。你分立之后，你对它的约束还不能让它另外两权瘫痪，它是互相制约又互相支持的，支撑的，这个很重要。它是作为一个把国家弄好的一个单位，这种心态和这种设计来做的。如果说这三权最后变成你死我活的话，那美国也玩不下去，这绝对玩不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像建房子，这个建房子就是说那个国之四维啊，那个礼义廉耻这个一样的。这个你有4根柱子，是不是？你有4根柱子，它它是一个制衡的关系。相互，它当然也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对，如果有一根柱子是专门去捅别的柱子，你这个房子一定倒，一定倒。所以现在这个台湾政治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那以后再出现朝小野大的时候，是不是反对派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做呢？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来做，整个这个社会基本上瘫痪了。那你现在只是我们看到的，现在只是因为是第一次朝小野大用这种方式来做，是吧？好了，以后我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要在之前我就采取措施。其实这个就是往专制的方向在走了。我为了预防发生这种事情，那我要采取当我最强大的时候，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预防？那基本上就是把阶级敌人给清除掉啊，如何的。所以它整个这个体制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这就是台湾很多人呐，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问题很大，这个必须纠正，不纠正的话，就算这一次大家勉强度过去了，以后也会出大问题。那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这些立委哈，就是朝小野大跟行政当局跟这个叫做什么宪法法院跟他死磕的，那也不都是台湾人选出来的立委吗？没错。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的话，如果不了解台湾政局或者不了解他这个背后的很多这种政策来源的话，大家会坚持的一点。说这个你民主嘛，既然大家选出来，你就是谁大谁小，那就这是相当于是民众的力量，对吧？可是呢，你注意一下这个它的政策的走向，或者它呢整个对谁有利呢？更对中共有利。所以这件事情跟中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没错，所以这实际上是很多人是我们说质疑的地方。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就是整个的这种政策完全呢是要把这个国防开支要削减掉，对，把这个反共的这个决议这些要给它砍掉，对吧？要把呢整个这个台湾的这种政府的正常运行要给它打乱掉。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24年的4月26号之后，那个时间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那个叫做立委的一个董召，对吧？叫傅昆萁，是他的话呢，就是领着这个15个人就跑到了这个大陆，然后呢，跟谁见面呢？跟王沪宁，中共的这个统战的这个一把手头，对吧？对，去见面。表面上说呢是为了呢让大陆观光客来，但事实上的话呢，结果他回来之后就开始了是非常节奏非常紧密的，完全的就开始这个一步步来了，对吧？把这个预算国防预算砍掉，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砍掉，把这个宪法法院给废掉，对吧？把这个流程制定立法的时候，你正常是要有一个叫做程序正义，对，你得制定完之后得告诉大家，经过充分讨论，对吧？然后呢，最后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辩论，对吧？结果呢，他们内部的其他人好像还没见过这个法案，结果现在就是拿出来之后就开始说，马上就投票，对吧？大家都懵了，但是呢，他就要投票，因为他现在相当于是控制了这个多数，就可以这么做。所以相当于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你是只是为了这种我们说是巩固自己的权利呢？你还是说是要去把这个国家、把中华民国这个搞乱呢？这其实是我们说提出罢免的人的一个这种质疑。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这些现在被罢免成为焦点的一些这种立委，他们的这种亲共的言论以及一些做法，包括呢就把这个陆配对吧，那个是这种转正的时间，6年到4年，对，类似这些东西，你就看起来的话呢，就好像是又是感觉的是，反正是让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啊、势力啊又再去扩大。所以这其实是这一次我们说，双方争执的真正的一个焦点在这儿。石山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啊，要分几个方面来讲。首先讲中共，中共是你知道，在2017年，就是中共19大吧，19大的时候定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就是说要解放台湾，要统一台湾，以合统为主线，实在不行了就武统啊，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这个大的战略制定出来，然后在这个战略之下，才有习近平的连任，这个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就是我做了一半，你让我下去，这个东西后面就有麻烦。所以它就整个的中国大陆中共的政策收缩、向左转、开始封闭、保守，都跟他这个大的战略是有关系的。当然，美国人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开始这个两个国家从2018年开始，整个中美关系就开始转向，从原来这个大合作变成了大的这个战略上的对抗，这个都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的。好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中共一直认为和平统一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在那些年增长非常快，台湾大量的经济，包括企业、包括政治人物、包括家族，各种各样，很多人去中国大陆。他们200万台湾人在大陆，对，而且好多都是这种我们的精英或者精英家族的好多人在。没错，他是非常有信心，这个事情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做过来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转折点就是2019年，2019年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香港反送中运动就是全世界人看到目瞪口呆，说你答应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你觉得井水不犯河水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变就变了。你这个东西就你可以操纵内部的东西，通过你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和这个政治的强势啊，完全就可以按这种方式做，整个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记得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蔡英文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是在6月份的时候，韩国瑜超过蔡英文，民调超过蔡英文大概30%，差不多。结果到了年底选举的时候，整个就调转过来，整个就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香港，就是反送中，就让台湾人害怕了，对吧？害怕了，你说一国两制我们不能接受了。包括以前国民党面对一国两制都是语言不详的，虽然他不说是，但他绝不说不是，他绝不否认。就是说，台湾的统派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支持一国两制的，是这种模式。但是到了2019年以后，连台湾的统派也不敢讲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行了啊，绝对不行了，这是彻底抽掉了。所以等到这个后来，这个臭了以后就是疫情了，疫情以后就是20大开了以后，王沪宁去做了政协主席。当时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给了王沪宁一个最重要的，他是北京的脑袋嘛，对，他是北京的大脑嘛，理论的这种架构的这么一个叫做总设计师，对吧？对，他是主管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前港台问题是一伙的，现在切开了，他专管台湾问题了。除了政协主席以外，他还负责统战部，全部拨到他那边去了。要求是王沪宁，你要提出新的架构、新的战略、新的模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傅昆萁去见了王沪宁，就出来一下这个呢？当然后来也有消息出来，说王沪宁制定的一系列的做法里面就有这个
通过立法院瘫痪行政部门。那韩国发生的朝小野大的这样一个尖锐的这个斗争，跟王沪宁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关系，他有可能是一看这个很好啊，这种类似的方法啊，这个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跟你讲，韩国跟这个那个台湾啊还是有不同，因为韩国是右派在台上，左派去瘫痪他。台湾是刚好是反过来，就是以前他们的威权的这一批人是在台下，然后以前的这个老百姓啊，民主力量是在台上，它这个两个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个思路也是不同的。我相信，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讲，他绝对不会认为戒严或者动用军警这个是一个选项，因为对于他出身来讲，他是街头运动，他是搞这个民主运动起家的，这不可能是他的一个选项，是吧？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很被动。问题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民间有一大堆人出来看不过眼了，看不过眼，认为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现在。这个国民党一直认为是这个民进党在后面这个煽动这个有没有？我想可能也是有，但是呢，他起码他没有站在第一线，全都是民间团体在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这个是会怎么做？你这现在就是到最后，如果这个事做不成，可能后面这武统就要提上日程了。对，这有可能。对，所以对大罢免的这个意义啊，或者这个重要性，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对。但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哈，就是傅昆萁也好，当然我没研究过他呀，我也没分析过哈。傅昆萁他带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立委，包括他回来之后哈，他肯定是动用他整个连国民党带加民众党嘛，对不对？对，才能够形成多数啊。就这么铁了心就硬干呐，对，这个让我也觉得民众党是另外一个情况。民众党呢，是他的高层已经可能跟中共有一些关系，但是他的大量的这个下面的人呢，未必有同样的想法。但是呢，是在组阁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批评民进党，说你这个你难道就不能让一个行政院院长或者副院长什么给民众党吗？这个民进党就是没有让这个位置，这个民众党呢就一气之下就跑得跟这个蓝营去合作去了，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你去罢免，你还罢免不了民众党的这几个党员，这个议席。因为他这个是有，你只能罢免直选区，你不能那个比例选区，不分区立委，对，这是台湾的一个这个选举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 box。对，我觉得是一个 box，就是说你能选上，但是你罢免不了，有这么一块你做不了的，是吧？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说呢，那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啊。它本身它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怎么讲？它是孙中山是学习了苏联的模式成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党，以前是同盟会，等到他二次北伐这个又失败以后，不是二次北伐，二次革命又失败以后，最后他成立了这么一个新的政党，这个背后。就是苏联人在支持，包括第一次的国共合作，这不联俄联共嘛，这个都是开始做，他就是成立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列宁式的政党，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列宁式的政党是什么意思。列宁式的政党，党的纪律第一，你如果党有决议，你不遵守的话，你就是有后果，那个后果可能很严重，轻一点，永远你就别在这圈子里玩了；严重一点，你是要被这个黑帮的这个模式的，你要惩罚的。你知道孙中山本来就是双花红棍的，红帮里面的双花红棍的，你知道什么叫双花红棍？不知道。红花会不是红花会，就是红帮。
红帮里面呢，它有很多青帮、红帮，红帮是有政治倾向的，青帮没有。哦，青帮是一个利益集团，是青帮是以前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漕运里面的和这个范思言的那批人的他们的。红帮是有这个有政治倾向，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的早期，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职位啊，比如说纸扇啊，那就是里面的这个军师是吧？这个红棍是什么呢？红棍就是叫做执法长老，你知道以前那个金庸里面那个执法长老啊，就是谁要是犯规了，就要去执法的，就要处理他的。那个孙中山就是这个红棍呐。但是为什么有花呢？就是立一次功在上面绑一朵花，他双花红棍就是他立了2次功在上面绑了2朵花，所以他叫双花红棍了。所以他对这个应该很接受啊。这个列宁式的政党，你要是党内纪律处分，那是很厉害的，就是怎么处分。当然这个是谈远了，不过我其实说实话，对早期的国民党的很多做法，包括这个在两蒋时期的国民党很多做法，我其实还觉得还是有的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对吧？反共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做的还是比较坚决的。只是呢，最近这些年，我就是觉得有时候我是有点想不通了，对吧？就是你相当于是这个国民党原来是非常坚定的，是要去恢复中国传统，对吧？要去对抗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结果到今天呢，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国民党人，对吧？他相当于是违背了孙中山当时的、蒋介石当时的，对吧？他们所定下来的这个要去反共的那样的一个理念，这样一个这种计划，对吧？所以呢，这一次我就发现大罢免的这里边有一群人是什么人呢？是叫外省人，这主要是外省人。对，所以那个 BBC 那个报道里边，他就说，哎，外省人，你说加入大罢免那边，加入大罢免的人，对，加入大罢免，曹兴诚也是蓝营啊，没错呀，也是外省人。对，所以就是说，他们这帮人的话，其实是加入了大罢免这个行列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觉得，哎，他相当于是这个国民党现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点分裂了，有一波叫做中华民国的反共派，有一波的话呢是你叫中国的亲共派，就是他实际上是他有点不承认中华民国，有一些人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你看别国民党，对，所以呢，这波人的话，其实他们实际上是在跟中共走得非常近，没错，所以这批的这个相信中华民国的反共派来讲的话，他们觉得受不了。你看，他们原来这个说我们是原来是跟着这个反共的，结果你们这帮人现在变成这样子，所以这个这种外省人，这种原来的军公教等等这批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对特别那些退休的老兵，对这些有些立委，他们也是非常反感。所以这帮人的话，也看我看到那个网上对吧，包括 BBC 他们报道说，好多人也是加入到了这个就是大罢免这个行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大罢免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对，没错，你看那个在那个大罢免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啊，叫陈百阳啊，叫陈百，哎呀，一下想不起来。沈伯阳不是沈伯阳，沈伯阳是搞电脑的，叫陈百阳。以前他是他算是小粉红，他是歌手，他是歌手，他也是外省人，在台湾的外省人，所以他以前觉得中国挺好啊。他13岁这就已经到中国去读书了，然后写的歌啊，什么福建舰呐，什么是唱那个航空母舰的。结果他这次参加大罢免，他直接写了一个歌叫《反攻大陆》，就是反攻大陆，意思就是反共，但是是中国，但是是反共。所以到底是中国是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还是说反共是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这个国民党里面现在这条线画得很清楚的，就是说有一批人，他就是民族主义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不能台湾不能独立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中国，这个是就是这种，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是吧？还有一批人。国民党里面有一批人，这个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不去掉，我们这个国家统一是谈不上的，是没有的，这个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导致这个所谓蓝营里面的一个大分裂。所以以前呢，国民党里面就有那个叫正蓝旗，说我们就是正蓝旗。说你们染红了，所以你们是变紫了，变成这个是吧？红加蓝，你不是紫色吗？你红的发紫啊，你就紫。所以，但是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一批人，他认为，是这个国家最重要，民族和国家最重要。但是我必须讲的，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尤其是高层的人，他们恐怕并不是因为反共。并不是因为国家，并不是因为民族，而是因为权力这个利益。因为他现在，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在韩国瑜当年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居然砰一下就输掉了。然后国民党内部分裂的很厉害，包括马英九也说不上话了，包括那个朱立伦说是这主席，其实没什么号召力去，就是国民党已经有点四分五裂，有点崩离的这个样子。这个时候谁出来举某一个旗就很重要。所以现在那个国民党叫傅昆萁，还有其他几个人出来举的就是说反台独，国家第一。他这个旗呢，就举起来以后，这个党就围着这个旗在转，但是也有很多原国民党的人，像曹新成本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些人呢，就他就当然他就会做另外一些的这个，他就站到另外一边去了。但我必须说，国民党是一大批外省的精英啊，很多精英去的台湾，这批人确实聪明。真的，他是有国际观，也这个脑袋也非常好用啊，也非常聪明。台湾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半导体啊、晶片，他们这个产业布局早期全是国民党那批人做出来的，全是他们那整个这种半导体行业来讲的话，就是小蒋当时是他规划的。景腾设计，刚才我们听的景腾设计，但实际上他的这样一个这种李登辉时期也是大力推动了。对，其实这个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对，他们那一批，所以他们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很多我接触过一些这蓝营的一些人，他们看不上绿营，看不上民进党，你们这帮乡巴佬嘛。乡巴佬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精英看不起这个老百姓。就我们在跟共产党谈话，就共产党的官员里面，尤其是跟红二代、官二代谈，我们可以感觉到同样的情绪。我们为什么不能民主呢？为什么不能？你们懂什么？你们乡巴佬是吧？你们见过中央文件吗？你们啊，中央文件那个章是圆的，是方的，是扁的，你都不知道，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太老了，这个党，它里面的很多运行的机制啊，还有它的一些理念，它坚持不下来了，它太老了，它运作不出来了，尤其是在台湾，像傅昆萁这种，都是属于。并不是国民党里面的正宗国民党出身的这样的人，而是所谓的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蒋经国去了台湾以后，为了稳住国民党，他认为应该本土化，所以他扶植了大量的地方精英，然后他们这批人的权力非常大，尤其在地方。这一批人现在反噬中央，就是真正的他们那批就是坚持要反共啊，要复国那些根本就没声音。地方的派系的就是一个字，权力。我认为大部分就是权力。说实话的话，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现在你很难从中央来讲看出来有谁在这个公开的反共。对，我觉得其实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他最早说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相当于是国民党那时候当政嘛，也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些这个有钱的、有权的许多人，其实都主要是在国民党那边，所以这批人的话，相当于是直接到大陆去捞金去了。捞金了之后的话，就形成了一些这个叫做利益的这种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来讲，当然你要是说公开的去反共，这些事情就很麻烦，对吧？因为你中共肯定会报复你，所以呢，我倒相信说是国民党里边有一批人想反共。甚至的话呢，为什么每一次这个，比如投总统票啊，或投什么票啊，你民调的时候，或者是你要纯粹从党派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其实大家差不多，三分天下嘛，有点这个意思，对吧？从党派的这个党团这个来分，因为台湾有个叫党派票，看不出来什么，就大家好像还是有这么一个分开。但是呢，当投总统的时候，很多人就投这个反共的这个人，比如投这个蔡英文，对吧？投这个就是共产党票房毒药。对没错。所以就说，实际上这个国民党这里边有的支持者里边，相当多人其实是反共的。他们不希望这个台湾被中共去统治。就包括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你不能让这个台湾人，对吧？去大陆的话就领什么什么钱，但实际上这里边好多人领了钱之后。他回来该投票的时候，他知道呢，不能让这个中共把这个台湾给占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所以呢，我是对于这次大罢免来讲的话，我看很多的网上的分析是说，大部分人认为说是可能会达到呢，比如说是3到5票，或者是几票，可能说最终的话是获得这个翻转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席位，对吧？能够是这个数量，但是我是觉得呢。有可能会超过六席，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不说话的人其实是反共的，你不要以为他纯粹从那个阵营划分，这是蓝营的，或者这叫什么，就是跟大陆有关系的，一点不重要。很多人其实是投票的时候，他知道投票给谁。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现在就是看谁投票率高，就是所以他们到海外的催票催出来的群众谁多？对，好吧，我去年年初去台湾呢，我觉得台湾的那个选举效率真的很高，所以明天投票，现在也开始投了哈，现在差不多到明天对，现在开始了，对，一天就投出来，很快就知道结果哈，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了。这个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给中国人也设立一个全世界都在看，美国也在看呀。好，我们来看一下，也许哈，美国的这个叫做对台湾的关税没出台，也是因等这个事情过去哈。应该是，因为我听说的话，是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来讲的话呢，都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大罢免这个情绪所以的话，这个时候不适合出来。好，我们下面来讲中国大陆哈，早安中国嘛，讲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红故事哈，叫护城风。对，这护城风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回事？护城风这个人其实很聪明你知道他实际上的话呢，对于这个哪一个是敏感词儿，哪一个是敏感话题，他是网红对不对？网红他很成功，对，他很成功，他非常清楚，他是努力的去避免任何的这些这个敏感词，甚至的话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知道中国大陆的网上流行一个歌，就是这个黄鹂鸟。对吧？对，阿树阿上有一只黄鹂鸟，对吧？台湾歌，台湾的以前本来是校园歌曲，最开始是闽南的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山歌？不叫山歌，就是这个民歌民歌对，所以这样一个歌来讲的话，为什么大家流行呢？是因为有一个人长得非常像习近平。这个德国的一个歌唱家，OK 结果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就唱了这首歌，然后呢，在网上大家就去拼命的去发，很多网友都发结果呢，这个护城风当然非常聪明，你知道，这个人刚唱了就是他的那个聊天室里边，这个人就上来了，就其他人上来的，对吧？小网友刚唱了2句，噌。快速的给他关掉了，给他踢出去了，就类似的事情非常多。他是祸事儿，对不对？对，放多了马上出问题。没错，所以他非常聪明。但这一次的话呢，结果这个涉及到有人就谈到这个，观众问对吧？说那个独裁者的这事儿的时候，啪，这个原话是什么？谁是独裁者？你认为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吗？就是在大陆的叫做网红的对话怎么房间里头这么问是吧？对，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他第一时间就把它关掉了，而且他把自己的直播室也停掉了，然后他等他很快那个平台出来说你已经被封了。
就他什么也没做，他没做他的观众来了这么一句话，他迅速把他观众消音，并且自己下线，然后还是被人家被挡毙了。就这意思，对，没错。他这个护城锋呢，他是在做这个视频啊，在做视频，好像是什么哔哩哔哩是什么？对，做的挺好的。他呢，虽然他很敏感，他不碰敏感词，但是他却永远踩在敏感的那根线上，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你知道？永远在走钢丝。对，他一直踩在你这根敏感的线，但他不碰到你敏感的那个。比如说呢，你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就做那个购买力，就中国一个人一个老百姓一天的收入多少？比如说你说100块啊，好，他给你100块，他自己拿100块出来，找个大娘，你到这个你想买吃的，咱们只买吃的，这个牛奶、鸡蛋，你是随便什么买你去买。买完了，他就看这个100块买了多少，然后他要到国外去，比如韩国啊，什么欧洲啊，他也跑去说你们这收入多少？我说我300欧元 ，OK，300欧元太多，是吧？咱们用100欧元来试试吧，就诸如此类，然后就去买，一买呢，那个手推车一大车是吧？1个月都吃不完，就是那种，当然他也不用说话，他不给你总结啊，不评论，他不给你对比啊，他就只报这个具体的事情啊。他去韩国也做这个事，这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话题。他这个话题做的很多人看，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净说些心照不宣的事儿。对，他算什么呢？他算一个他的频道内容是，我们刚才观众有问哈，就是他的频道到底是什么内容，我搞不懂。对，怎么回答？其实很难说是什么，他的这个社会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观察的那么一个频道，社会观察频道，对，社会观察频道，对。但是呢，他又不碰这个红线，对，至少不说，对吧？所以这就相当于是跟谁的话呢是完全相反的，跟那个李佳琦是完全相反的。对，李佳琦是傻呵呵的，啥都不知道。从来著名的这个就是那个网购的那个专家，对吧？对，代言的那个动辄这个一卖个带货一哥，动辄是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么卖一场，对吧？一年下来多少个亿？对，这是李佳琦，但是呢，他对政治一点不敏感，对他不懂，对吧？所以的话呢，居然就是弄出来一个这个做了一个蛋糕的一个坦克，在64那一天，对，然后的话呢就呆了之后的话就被禁言了，然后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收拾他。对，但是呢，这个护城锋是完全相反，他非常清楚哪条红线，哪条怎么回事，我坚决的不踩。结果的话呢，你不踩，你很聪明，也被这个就是他多次的禁言，他一直在贴着红线走，对，但是不踩上去，对，就有这个功力啊。比如说别人就有人打电话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手机好？他说苹果啊，苹果好啊。他说为什么那个华为好？他说华为那破机器，但是你一说爱国，咱们不谈爱国啊，咱们不谈国家的事，咱们不谈这个。我就是说这个好用，这个不好用，他就是这样说。然后就别人说那个电动车，是小米的好还是特斯拉的好？就是他就给你具体的去说这个事情啊，就谈这个事情。他说什么好？那当然，他说特斯拉好啊，这特斯拉好用啊，这样那样的，它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你那个怎么样？他就谈这个，但是呢，你别跟他谈是，我不管哪造的啊。所以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啥都明白，但是呢，他努力的去讲真话，但是这个真话里边呢，他努力的不涉政，这是他的风格。对，所以有很多人恨他。你知道那个像电动车的，像那些卖手机的，能不恨他吗？很恨他，所以很多人去整他。这个中国有一个特点，这个经济问题或者这种争论就用政治解决。就像我们前几天讲的那个娃哈哈的那个情况，是用政治解决啊。这个问题怎么政治解决？就我找人打电话去讲政治敏感问题。讲了2条，你就会被封，所以他很清楚啊。所以每次有政治问题一来，他啪就给你关掉，啪就给你关掉。这次关晚了，别人问他说：“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他啪给你关掉了。
已经晚了，已经晚了，这玩意儿栽了，现在给封掉了。所以你什么事儿不用做也能给毙了啊？对，这个我就是觉得这叫做我总结了这个几大悖论，对吧？李佳琦是属于一大类悖论，对吧？你不懂也会栽，不懂很危险，也会栽。然后呢，这个护城风这属于你什么都懂，不谈也会栽。对，还有一类人呢，很懂。然后呢，他站在这个鸡蛋和石头，站在这个高墙的这个大石头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就是呢这个司马南那类的。结果的话呢，你发现司马南也栽了，也封了，也封了。胡锡进啊，胡锡进是个特例。胡锡进虽然被删帖，有的时候可能也但不会封，但他不会封，是为什么呢？他是个特例，因为他通过各种方式来讲的话，他能够去以大画小画以大，反正等等东西来讲，他这个特殊的代言人，大家都知道他很多事儿都懂，但是呢，党也知道他懂，但是他却要给大家带一个这个特殊的路线，所以这个其实他这个特例。但是任何其他人想去学胡锡进，想去做这个去学，你发现学不通。就司马南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对吧？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非常红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比如他要去打这个私营企业，对吧？要去打这种买办，对。结果的话呢，还真成功了，然后捞了不少钱。但是再往后来的话呢，党发现说，不行，这个私营企业打完了之后的话，现在这个整个经济没活力了，大家呢就是躺平了，对吧？整个企业、整个消费、整个这种投资完蛋了，怎么办呢？就要杀人。对。结果的话就把这个他拎出来一刀砍了，把司马南给砍了，所以他属于一类的悖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话，你说到底走哪条路线？不是中国特色。以前在那个苏联就是一个经典笑话嘛，对，三个人在监狱里，对吧？对，一个人是你怎么进来的？哦，我是支持托洛斯基进来的。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是反对托洛斯基进来的。那你呢？我就是托洛斯基啊。对，这也是对，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因为就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啊，以前我们就是说，做那个评论中国股市嘛，说中国的这个就是全世界投资股市都是很难的，你要维持平衡，有点像走钢丝。在中国投资股市更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钢丝还是动的，晃，他今天晃这儿，明天晃那儿，就给你晃来晃去的。今天放点，明天收点，这硬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基本上99.9%的人都掉下去，没掉下去那个人，原来你发现他是有上面绑着一根绳子，这个掉过去的，上面有绳儿，上面有人掉过去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刘洋说，护城风啊，现在的直播就是和人对线抬杠。争胜负，那么这些接连而来跟他争论的人，反而会给他带来流量，因为有争议，有争论就有看头。对。结果来了一个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一枪就毙了，就给毙了。其实中国是有不少这样的人，就是走在这个敏感的这个边缘上。它是可以创造一些就是流量的，对，这个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还有一个哥们儿叫什么石什么风的，好像是一个，他其实我以前经常看他的，他是一个。我们观众知道吗？待会你刚才说台湾那个人呢，叫陈百元。哦，陈百元，我们观众有说哈，你现在要说谁？我们问观众，很多观众可能对，陈百元唱那个反攻大陆那个歌，他也是个蓝营的，他对你现在我们讲那个石什么风，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他呢是农民工，以前他从农村出来，然后在深圳打工，干了10几年，身体也干坏了，也没赚到钱。一气之下回家躺平，然后就拿手机，播红了。他播红呢也很简单，他就到处跑，然后就给你看那个实景，他走的那个县城里面，像个 GoPro 似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设备啊，就走哪儿拍哪儿。然后猪肉多少钱1斤啊？这个他就随口评论，说这个。哎呀，这个县城怎么没年轻人，全是老人呐？他就讲，这个商店怎么，这有很多特殊行业，他也不给你直说，反正就是走来走去的，挺好看的。就是我经常看，因为他到处走，他这个从山西走到陕西，走到这个甘肃，然后又四川、贵州、云南，这个到处走。
到处走，所以他那里面有你有代表性，你可以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景象啊，一些事情是挺好的。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他跑到那个贵州的那个长治石那儿去了，那个长治石的那个公园，他跑去了。那是疫情期间啊，他说疫情期间这个地方不知道关不关，结果别人还开门，他买了张票就进去了。他就故意他说他说这个啊。这个票上面说有5个字，我怎么看是6个字的？他就故意那个长治石是中国共产党王，对不对？但是那个介绍书上面不能这么说啊，只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他也不说，他就说，我怎么觉得是6个字呢？这后面这是什么字我也看不清啊，就他拍着这样说，就是他也很明白这个里面，所以但他也很红啊，但这哥们儿据说现在已经到国外去了。我也不知道被封了没有？好像还没有完全，还没封。我们观众谁知道这是谁啊？刚才观众朋友介绍我叫做不是柏是博，陈博元啊，谢谢。石炳峰，石炳峰，对，我们观众的万能，对，太棒了，谁都知道啊，石炳峰，太棒了，大家可以查一查，那个炳是那个叫做什么标炳千石这个。那个火字旁一个丙嘛哈，说明我特别需要吃你这个黑膏子。对，黑膏子。我怎么每个名字都忘一个字呢？但事儿你没忘，事儿讲得很清楚。对，所以他那个就是在中国有一批人是专门做这个，就类似这样的，他是有共鸣的。你知道中国这个社会啊，像他们这样的人能够红。不是因为他讲出来是很正确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敢touch到那个边上了，就有点像我们看你走在悬崖边上站在那儿，大家都心惊肉跳的看着你一样。他有点这个就是探险节目了，感觉。对他那个窗户纸的话呢，他给你照了一下，对吧？但没给你捅破。但是呢，你也知道那个窗户那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但是。它存在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虚弱程度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了。对，因为说实话，像护城风啊，像这个石炳峰啊，他们这样的视频，我们倒退10年左右吧，根本就不算什么，对不对？你要再倒退13、14年，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就更不算什么了。那个就大家出来就批判共产党啊，或者是什么揭露啊，那非常多。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像李克强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我告诉你就是会倒流，历史就是会重演，就是会复辟，因为责任是每一个人，你每一个人就像黄河、长江里面的水一样，你们跟着大潮流往回流，这个就是倒流，没有办法的。好吧，行，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好，喜欢方伟这个早安中国节目的话，记得在走之前呢，能够点击一个订阅哈，这样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通知。那另外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呢，也是帮助这个节目成长哈。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点个赞啊，走之前点个赞好吗？好的，那就这样了。下星期一呢，高杰会回来，我们也知道台湾这个罢免的结果如何哈。对，所以到时候有话题跟大家来说了。对，这个是他罢免完以后还要重新选。对，选完以后才知道这个立法院啊会不会重新排，因为那个这个很难说，因为你虽然罢免了，你说是属于国民党蓝营的，是不是？但重新选这个人，也不一定选的一定是啊，对，他有可能又选另外一个蓝营的出来啊，是，所以还不好说，所以只能说明天如果罢免到12席的话，民进党就真的能翻盘；少于12席的话。你要等到11月之后，你知道再去选，那又很难说。8月份还有一次。对，我知道。对呀，好吧，行，我们就共同关注好了，好吧？我们星期一再给大家来 update，就是今天正在进行的选举结果如何？好吧，那这样咯，好 ，Thank you， 拜拜。